太子殿下，这是九凤冠，是给太子妃的，您带错了。没错，孤的太子妃就是柳念儿。殿下，江姐姐还跪着呢，你先给姐姐戴冠吧。礼部在打造这顶九凤冠时，不止一次到过江府，从开始定制尺寸到最后成冠，我见过他无数次，也在太子面前亲自试戴过，就是为了封妃典礼上不会出错。可是如今，这顶我戴过无数次的九凤冠，却稳稳戴在柳念儿头上。这是太子侧妃所佩戴的冠。昭昭，姑现在便为你戴冠，从此你便是姑的侧妃。殿下，为什么？念儿已有了姑的骨肉，她孕中多思，屡次梦到你封太子妃后不允她生下子嗣，皇孙为重，你该体谅。况且她是罪臣之女，好不容易重获清白，担心害怕也是有的。让她做正妃，也是为了皇长孙的安康。殿下，册封太子妃不是一人之事，此事可否禀告过皇上和皇后娘娘？昭昭，你出身名门，母家权势滔天，如何还能再居高位，恃宠而骄？这侧妃之位给你，是恩赐，也是警示江家。姑是未来的天子，你要记住，雷霆雨露皆是巨。江家是臣子，便要尽臣子的本分。姑要让你做侧妃，难道你还敢抗旨不成？这般背信弃义之人，却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没脸没皮的人。江家数年来为他尽心筹谋，让他踩着血肉登上了太子之位。看今日这情形，父亲数年的心血怕是要打水漂了。江姐姐，殿下只是怜我身世坎坷，给我一条退路罢了。姐姐放心，你嫁入东宫虽为妾室，但我不会与你争宠的。如果你想要权势，我也可以把东宫的中馈交于你手中，我什么都不会与你争的。可是他们如何团圆我不管，我江氏女绝对受不了这种羞辱。我若接下这侧妃的凤冠，江家才是真正的笑话。只是在外人面前，还愿姐姐给我这个正妃面子，每日晨昏定数，不能让外人挑出理来。姐姐是江家嫡女，太子也是怕你仗着家世任意妄为，这才委屈姐姐做侧妃的。姐姐也该明白太子的苦心。快把凤冠戴上，别误了给母后请安的时辰。念儿懂事，愿与你平起平坐，你也要懂得感恩，对她恭敬几分才是。太子殿下，臣女不能接旨。江家祖训，江氏女不可为妾，若有违者，划去族谱，逐出家门。若我做了太子的侧妃，岂不是违背祖训？恕臣女不能从命。江若昭，姑答应过会娶你，你若悔婚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姑不讲信用？原来他也知道他不讲信用，如今却用这番话来堵江家的嘴。太子殿下，你当初上门提亲，江家应了，可如今你是要纳妾，自古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江家长辈都还不知晓此事，臣女不敢不孝。江若昭，你是故意让姑下不了台，在众人面前失信吗？你们江家仗着有军功，就可以和我这个储君叫板吗？你也不怕惹恼了我，日后与你算账？我朝律法，就算是天子，也不可以逼婚良民。太子殿下，这是要触犯国法吗？昭儿在此，恭贺太子与太子妃琴瑟和鸣，早生贵子。江若昭，姑劝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今日可是册封太子妃的典礼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悔婚，以后还想入东宫的门？悔婚？殿下，臣女说过，江氏女绝不为妾。好一个庶子！我真是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如此羞辱我的女儿，本帅要亲自去问他。爹，不必了。既然他执意要娶一个罪臣之女，女儿便成全他。
萧家又不止他一个子嗣，难道他以为登上太子之位便可万事大吉了？还远着呢，我们走着瞧。哪朝哪代能坐上那把龙椅的，无非是冰与钱二字。我江家历经3朝，屹立不倒，难道还会因为一个东宫储妃之位就动摇根基不成？萧时安是因为做了爹的女婿，才摸到了东宫的门槛。如今他要自寻死路，我们难道还拦着他？太子说让小姐端庄大度，有容人之量什么的。容人之量，我倒要看看离了江家，他萧时安要怎么坐稳这个太子之位。皇后娘娘斥责了太子，说他猪油蒙了心，让江小姐受了委屈。只是太子妃刚刚册封，如今满朝皆知，昨日才颁发的旨意，若今日就撤回，只怕对太子名声有障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她心中的太子妃人选只有江小姐一人，只让小姐耐心等一段时间，她一定会还小姐一个公道。皇后和太子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太子刚打了江家的脸，皇后娘娘就派体心人过来赔罪，果真是亲生母子。皇后娘娘多虑了，嬷嬷回去还请禀明娘娘，我们江氏一族哪里敢得罪太子殿下？太子不愿我们昭儿做正妃，那必定是昭儿不够贤良，配不上太子妃之位。太子与太子妃两情相悦，听说太子妃有了身孕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恭喜娘娘，就要做皇祖母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与国公爷心中已有了中意的人选。想让江家护着太子，又要打江家的脸，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好的事？难道以为镇国公府是什么小门小户，给个甜枣就晕了头不成？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江家是什么门第？江若昭是你父皇选定的儿媳，你敢让她做侧妃？母后，儿臣是储君，立谁做太子妃与他人何干？江家再厉害也是臣子，给江若昭一个侧妃之位有何不可？太子侧妃也比旁人的正妻高贵，江若昭竟还敢怨怼。皇后娘娘，都是臣妾的错，太子殿下也是为了皇孙着想。若是那江若昭做了正妃，如何能容忍臣妾生下长子？如今京中的权贵高门不知有多活络，都赶着去江家提亲。本宫不管你去求也好，哄也罢，一定要把江若昭娶进门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为了一个罪臣之女做下这种蠢事！母后，都是念儿的错，请再给念儿一个机会，念儿一定想办法求江姐姐原谅的。就算让出正妃之位，念儿也毫无怨言。没过几日，柳念儿就在东宫设宴，以太子妃的身份宴请命妇。江家也在宴请名单之列。若不想去，称病便是。他这样的人，难道我还躲着不成？我是江氏的女儿，何惧他一个罪臣之女？就算是太子妃，又能如何？好，果然是本帅的女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江姐姐来了，本宫等了你好久呢。前日番邦进贡了一批珠宝首饰，我看到这只宝簪，便觉得适合姐姐，特地向太子求来，给姐姐赔罪。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，只是太过轻薄，不是我素来喜欢的样式。姐姐今日这身衣裳，衬着簪子最合适。这簪子若非赏给姐姐，还不知何人配得上呢。谢太子妃赏，只是我平日里不爱戴这些东西，发间佩戴的都是祖母与母亲所赐，未免浪费了娘娘一番好心，还是赐给别人吧。封妃之事是姑鲁莽了，这簪子便当做姑给你的赔罪，姑亲自为你穿戴，可好？
昭昭，你再信我一次，孤绝不负你。谢太子殿下赏。可是男女有别，臣女有婚约在身，不能佩戴外男所赠之物。若让臣女的未婚夫婿知晓，岂不是徒生嫌隙？什么婚约？江若昭，你何时有了婚约？距离封妃典礼才过去半个月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今日孤便会昭告天下，你会是孤唯一的侧妃，我会以太子妃之礼迎娶你入东宫。太子殿下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荣亲王到。江小姐莫要多礼。石安，过些日子，江姑娘就要与我成亲了，你也该唤一声婶婶才是。皇叔，什么婶婶？本王已经派人下聘，你迟早都要叫的。我与昭儿已合了庚帖，如今皇兄也已知晓，亲自为我定下了婚期。再过1个月，昭儿便是我的王妃，你的嫡亲婶婶。这般轻浮的样式，如何配得上镇国公嫡女？来人，许母后的凤簪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就因为一个正妃之位，你便要悔婚嫁给皇叔？他能给你什么？你若嫁给我，一人之下而已，尊荣富贵岂非唾手可得？若昭，你何时变得如此爱慕虚荣，心心念念只有权位？情分，我以为太子殿下早就忘了。你背信弃义，将江氏一族的颜面踩在脚下，还与我谈情分。殿下，从你把九凤冠递给柳念儿的那天，我江家与你再无任何情分可言。凤簪到。这是先太后生前的东西，临去时，她下旨全都留给了年方10岁的幼子，也算是对荣亲王的一种庇佑。可如今，萧燕却要把这样尊贵的东西转赠于我。殿下，这是先太后遗物，臣女怎能僭越？母后的簪子是要留给儿媳的，昭儿是自家人，如何能算僭越？陛下听闻太子妃近期有孕辛苦，耐不得操劳，特意为太子妃挑了一个好帮手。这女子正是太子乳母的女儿玉洛。玉洛与太子也算是青梅竹马，又在皇后娘娘身边服侍多年，宫规礼仪都熟悉，且她是清白出身，做个侧妃也不差的。日后帮太子妃打理东宫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天子身体不好，自从立了太子就一心在东院休养，如今竟然下旨干涉了儿子后院的事，三言两语帮太子挑好了侧妃，还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。这一下，侧妃不但身份比柳念儿清白，还是皇帝钦点的，哪里还有柳念儿的事？宴会继续。听说了吗？宫宴结束后，满京城都传遍了，江家嫡女与荣亲王即将成婚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天子在宫宴上亲赐了一位太子侧妃，已经择了吉期，准备抬入东宫了。玉洛嫁入东宫那日，热闹非凡。因乳母抚育太子有功，早就封了诰命，且乳母只有玉洛一个女儿，恨不得将整个府邸都给玉洛搬去当嫁妆。婚礼办得不比任何一个京城豪门逊色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娘娘吃了侧妃敬的茶，腹痛不已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太子妃这是吃了红花，动了胎气。殿下，念儿害怕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
我知道玉落得母后欢心，今日又是她嫁进来第一日，可无论她再受宠，也不能拿皇嗣的性命开玩笑。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，可是我毕竟是殿下的妻子。今日好歹是殿下来了，若哪一日殿下不在，念儿又怎么办呢？殿下，臣妾今日才入东宫，进给太子妃的茶都是东宫的人准备的，我怎么可能有机会下毒呢？臣妾知道太子妃不喜欢我，可皇家孩子为重，再争风吃醋也不该拿皇长孙开玩笑。若太子妃实在不喜臣妾，我可以久居佛堂，绝不出现在太子妃面前。还请太子妃保重身体，安心诞下孩子才是。太子妃孕中多思，都是下人服侍的不好，身边服侍的人全都发疯半年，若再有下次，便逐出东宫。这里有太医守着，太子妃好好养胎，这几日便安心在院子休息，不必去给娘后请安了。这便是禁足的意思了。听说了吗？侧妃进东宫当晚，太子妃便闹出事端，拿子嗣开玩笑，被太子禁足了。皇后娘娘懿旨，太子妃屡拿子嗣作福，责令禁足院内，超女则百遍，并抄经为皇孙祈福。我不服！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！姐姐省省力气吧，皇上病重，殿下如今奉旨监国，日理万机，哪有空理会姐姐这院子里的哭闹？郑国公称病不上朝，那帮武将就全都跪在地上装死，说边防之事不敢应承，非要等郑国公病好了再议。他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姑这个监国太子？去太医院找个嘴严的太医，派他去江家，就说姑体虚老沉，特派人去探病。国公爷，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太子殿下派了太医过来给您探病，已经在府门外候着了。朝堂上被那帮武将撅了面子，这么快就坐不住了，真是一点城府都兜不住。父亲，朝堂上的事刚出，太子气急，却不敢当众撕破脸。他没别的招数，只派了太医来江家，暗中敲打。国公爷这脉象，头晕气闷，被气得呕了血，实在起不来身。太医原话回病便是：我父亲被谁气得呕了血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姑是监国的太子，郑国公未免欺人太甚，就因为姑没有娶他的女儿，便敢如此要挟主上。待我登上大宝，必有这老匹夫好看。殿下，这已经是第3日了，武将们依旧不愿开口。边关的战报又来了一份。去库房拿补品，备车。江若昭，你仗着郑国公给你撑腰，逼着姑来江家向你低头，是不是很得意？我可是太子，是未来的天子，你们竟然如此对我！没长真龙的鳞，倒得了真龙的疯病，带着几盒破人参跑国公府门口耶耶狂吠，什么东西？真到了那一日，你以为皇叔能护住你？姑告诉你，他不过皇家一个尴尬的存在，无权无势，空有名位，不然怎么会躲在佛寺里这么多年，连人都不敢见？你要知道，江家的军队俱是臣子，不是你家的私兵。把我逼急了，泄了郑国公的兵权，下狱夺权，到时候你哭都没处哭。他话音未落，已经被门内走出的人厉声呵斥住：“闭嘴！无知小儿，竟敢对国之重臣大放厥词！你若再说一句，本王便押你去皇兄面前请罪。”江家臣子不敢欺君，还请太子收回兵权。臣老迈体弱，当不起将帅。
太子这是来逼国公爷交兵权的。曾听说国公爷病重，太子居然在这时候上门逼要兵权，着实过分了些。大帅为国朝征战多年，江氏一族死了多少子侄，自己也弄得一身是伤，居然落得这样的下场，好没意思。将军看起来丝毫不像病重的样子，闹这一场，不就是因为江若昭没有做成太子妃吗？连将军都觉得姑错了，可你江氏如此跋扈，姑若娶了江若为正室，这天下还剩笑吗？当着满街百姓的面扣谋反的帽子。微臣惶恐，太子殿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还请殿下高抬贵手，不要牵连臣的妻儿幼女。国公爷是国之柱石，太子无知，您何须与他置气？来人，把陛下的赏赐端上来。这千年人参是陛下听闻国公爷病重，亲自赏下的。他说您年纪也大了，又因为旧伤3灾6病，皇兄身子不好，无法亲自前来探望，特地下旨让本王来一趟。冤恩浩大，微臣唯有以死相报。不过一个正妃之位，倒让你们闹得天翻地覆。好，我回去便请旨，歘夺了聂儿的名位，立江若昭，好不好？你们可满意？太子殿下慎言，我如今是荣亲的未婚妻，再过一段时日便要成亲了。拿个名位当施舍，江家女儿岂是他想娶便娶，想扔就扔的？请太子收回兵符，准臣解甲归田。臣一生戎马，也到了该歇息的时候。我唯有昭儿一女，能看着她嫁人生子，此生心愿已了。军中事与臣再无干系。好，孤便成全你。小姐，太子以探病为名夺了郑国公兵权一事震惊朝野，今日武将在大朝会上吵翻了天，纷纷闹着要上奏天子，说太子失德，寒了边关将士之心。有武将直言，北狄与我朝交锋多年，全靠江家驻守，一时若换将，只怕要出大事的呀！临时换帅绝不是良策。江家也太狂妄了些，仗着往日功勋便要挟殿下。这些兵马是天子的兵马，又不是他江家的。谁握着这几10万大军打不赢仗？殿下，切不可助长江家的气焰。臣妾母家也是将门，军中各将领各司其职，不过是要找个人挂帅，占个名头罢了。不如让臣妾的父兄为殿下分忧，也好杀杀江家的威风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是该让江家吃点苦头了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姑也不是非他江家不可。殿下，臣与犬子愿意出征，领兵对抗北狄。好，就让他们看看，没有了郑国公，我朝一样战无不胜。拿块破铜烂铁就想去号令边关那群吃血肉长大的狼崽子，这柳家妇女的脑子怕是进水了。江家几辈子的人都埋在军中，不是血肉拼出来的将领，根本服不了众。殿下，我父亲毫无作战经验，到了边关水土不服才病倒的。那些将士仗着江家的事，根本不听父亲的指令，这才延误了军机啊！求殿下饶我老父一命。我们在边关拼死卖命，
主帅逃跑打了败仗，现在还要定我们将士的罪。若不问罪怀远将军，臣等不服。小姐，东宫那边的处置定下了。太子妃先是脱簪跪在东院门口，见不到皇上，又去皇后宫门前哭，最后跪在太子面前哭得不能自已。武将们在朝堂上炸了锅，可太子偏袒柳家，竟然真把临阵脱逃的死罪压下去了。几十万大军的命，抵不过胡妹子的几滴猫念。萧时安这蠢货，算是把军中心寒透了。若不是国公爷不放心，请只将世子派了过去，这北狄人的铁骑早就踏过长城了。早做打算，我那哥哥在边关守着真正的底牌，萧时安拿着一块空铁牌子，满朝武将统统告病，连马都骑不动，他拿头去打仗。无妨，武将尽忠，无非死国。君要臣死，难道我还能抗命不成？你自作主张，闹得受不了场再来找朕，朕有什么法子？荣亲王怎么看？太子初次监理国政，大概不知江家在军中的重要性。此战若无郑国公领兵，怕是要出大事。难道太子要为了一己私欲，置家国于不顾吗？要不还是让怀远将军去，他可以将功补过嘛。老臣请求解甲归田的折子已给了陛下审阅。老臣病重，怕是不能再为国效力。是孤的错，孤将自己的私欲置国家大事之上，是孤失德。还请国公爷看在父皇的面子上，看在天下百姓的面子上，领兵出征。孤发誓，只要您出战，我便废了太子妃，迎娶昭昭做我的正室。只要您出战，我便让昭昭以正妻的身份入主东宫。我对他这般行径嗤之以鼻，若真信了他的鬼话，那才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子是储君，这一跪，父亲如何敢当？快起来！臣女已有婚约，哪怕是殿下废了太子妃，臣女也不能嫁过去啊。江家也不会把我送过去的。要孤如何，国公爷才能出战？臣虽老弱，却也不敢不为国尽忠。只是怀远将军身为大帅，临阵脱逃，视将士们性命如无物，若只发几年俸禄，怎能服众？日后要将士们如何替陛下卖命呢？如此不公，只怕会伤了沙场征战之人的心啊！军中不该有此等不平。柳家父子临阵脱逃，按律当死。秋后处斩，抄没全家，男丁流放宁国土，女眷充作官妓。小姐，太子回宫当晚便拟下了旨意，抄了怀远将军府，柳家父子均被下了诏狱。这一次，不管柳念儿如何哭闹，都没有用了。当晚，大内传出消息，太子妃受刺激过度，在东宫小产了。太子失德，被天子下旨禁足东宫，又命荣亲王主理内外事。国公爷重新领了兵符出征，前线捷报，这一战打得惨烈，但因为大帅与世子经验老道，终于将北狄重创退回了草原，力保未来10年都不敢再犯。拿老丈人一家祭天，连没出生的种都没保住，就为了保那张摇摇晃。然而仗还未打完，他又开始作起了妖。因为柳念儿抱着孩子的襁褓苦苦哀求，疯魔一般，他终究不忍心，答应了太子妃救他父亲一命。
儿臣求父皇开恩，给柳家父子一条生路吧。太子人弱，下不了决定，本王帮太子处置了。皇叔，孤是太子，孤还未下令，你怎么敢对朝廷重臣下手？陛下有旨，让本王监国。太子若有疑虑，便去找陛下理论。皇上病重，撑了这些日子，早已是强弩之末。在听到太子今日的所作所为后，吐了一大口血。是朕没有教好他，落到如此误国误家的地步。阿燕，母后当初便说过，你最像先帝，杀伐果断，让我好生抚育你。可朕与皇后却为了亲生儿子，与你去了佛寺，是朕误了你。皇兄说什么？太子不好，皇兄慢慢教便是，何出此言呢？不，太子昏庸，当不得天子。阿燕，我朝的储君只能是你。若你不答应，只怕我萧氏一族要断子绝孙啊！小姐，宫里颁下圣旨了，太子德行有失，不配为储君，今日便被废除太子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幽居深宫，永世不得出。荣亲王萧燕被封为皇太弟，而太子妃和侧妃也一同被关进了内院。烂泥到底扶不上墙。若不是为你父兄，我也不会失去。如今我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全是你害的。登基大典上，萧燕执了我的手，慢慢走上汉白玉阶。昭儿，从此让我们一起创一个太平盛世，佑百姓安乐。我紧紧回握他的手。是，陛下，我知道，我是江氏女，萧燕再好，也是称孤道瓦的天子。封后的重重繁文缛节褪去，属于我的真正战场，才刚刚在凤仪宫铺开。这奏折上的字都快溢出血来了。陛下，皇室血脉单薄，绵延子嗣乃国之根本。臣等恳请陛下广开后宫，选秀充御庭，以安天下臣民之心。娘娘，前朝传来消息，御史台的几位大人联名上书了。哦，可是为了充实后宫之事。娘娘明鉴，其实谁不知道，他们是忌惮咱们郑国公府的权势。忌惮是正常的，天子之榻，岂容他人酣睡？昭儿，今日前朝那些老顽固又在折腾，吵得朕头疼。御史们也是为了大萧的江山社稷着想。陛下如今子嗣单薄，选秀充盈后宫，也是安抚朝臣之举。昭儿，你知道朕的心意。朕说过，要与你共创太平盛世。那些女人，朕不想让她们进宫给你添堵。但我心里如明镜一般，不让我添堵是假，试探江家的态度才是真。
后宫不可干政，但臣妾身为皇后，理应母仪天下。广开后宫，延绵子嗣，是臣妾的职责。陛下若因臣妾而拒谏，臣妾岂不成了史书上的杜甫？昭儿，你总是这般懂事，懂事的让朕心疼。他应允了选秀，而我也收到了父亲从宫外递进来的密信。密信上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语，却重若轻重。北敌已退，边关10年无虞。江家功高震主，为父决议在下个月的大朝会上正式上交兵符，辞去镇国公之位，交由你兄长承袭一个虚衔。我看着那封信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父亲和我一样清醒。萧时安那样的蠢货，尚且知道忌惮江家的兵权，更何况是杀伐果断、心思深沉的萧燕。交出兵权是保全江氏一族的唯一出路。几日后，萧燕在御书房召见了我。昭儿，镇国公这奏折你可知情？臣妾知情。父亲年迈，旧伤频发，北狄一战也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。如今四海平定，父亲唯愿卸甲归田，含饴万孙，还望陛下成全父亲一片忠心。戏演到这一步，就差这一哆嗦了。这块烫手的黑铁疙瘩我不扔出去，他萧燕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盯着我江家的脖子。镇国公乃国之柱士，朕怎忍心让他此时离朝？不过老国公的身体确实要紧，朕会加封镇国公为太师，世子承袭国公爵位。至于这兵符，便依老国公所言，暂交兵部代管吧。臣妾代父亲谢陛下隆恩。看他这副满意的死模样，哼，绝对的皇权拿到了，总算能腾出手来把咱们当功臣供起来了。这道兵符换回来的免死金牌，江家接得稳。娘娘，兵权交接的第2日，选秀了旨就颁布下去了。萧燕这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。前朝刚消停，制衡，他这是怕我江家这尊大佛太稳当。初秋时节，第一批秀女入宫。据传本宫的话，门第不高的就不必往这凤仪宫带了。一个个正直妙龄，这眼底的火苗子比当初的柳念儿还要旺。手段隐不隐秘不知道，但这背景确实比柳家厚实多了。臣妾等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都平身吧，赐座。皇后娘娘凤仪万千，臣妾等真是望尘莫及。只是听闻娘娘近日凤体违和，免了前几日的晨昏定戏。臣妾昨夜还与陛下说，要多替娘娘分担后宫事务呢。淑妃有这份孝心，自然是好的。只是后宫规矩森严，分担琐事，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分量。你入宫尚浅，连各宫的门在哪儿都还没摸清，便大言不惭的要替本宫分担。左相平日里就是这么教导你规矩的。娘娘，臣妾是一片好心，陛下也是应允了的。放肆！陛下在前天日理万机，你不想着如何伺候陛下安启，反倒拿陛下的随口之言来凤仪宫压本宫。江家叫我的是当家主母的气度，你若想学，本宫可以派2个教养嬷嬷去你宫里，
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尊卑上下。王淑妃被我通身的气势镇住，原本的嚣张气焰瞬间熄灭，苍白着脸跪在地上，捏乳着不敢再顶嘴。臣妾知罪，求娘娘恕罪。本宫不管你们在前朝有什么家世，进了这后宫，便只有陛下的妃妾这一个身份。安分守己者，本宫保你们荣华富贵。若敢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东宫那个柳念儿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知道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只要前朝的利益纠葛还在，后宫的硝烟就永远不会停止。宫里的人最是见风使舵，瞧着景仁宫热闹，我这凤仪宫便显得冷清了几分。娘娘，那王氏分明是装病邀宠，陛下竟也由着他。今日内务府送来的段子，竟先把尖货挑去了景仁宫，真是反了天了。急什么？他要宠，给位就是；他要脸面，本宫也给了。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这个时候触陛下的眉头。锦心一愣。陛下最近不是挺宠他的吗？哼，贪墨官银，草菅人命，这就是左相举荐的国之栋梁。昭儿，王家已经快把这大萧的吏部变成他自家的后花园了。王家世代簪绫，难免有些自珍。陛下若觉得他烦人，慢慢剪其羽目便是，切莫气坏了身子。还是你最贴朕的心。那王氏在宫里也不安分，竟敢私下中克扣其他嫔妃的利银，去贴补王家在外走动的门客。昭儿，朕打算借你的手，正一正这后宫的风气。我心中微凛，萧燕这是要我当这把杀人的刀。借着肃清宫闱的名号，我直接下令封了景仁宫，并将王淑妃身边最得力的几个大宫女统统发配到了慎刑司。江若昭，你凭什么扫我的宫？陛下昨儿还夸我温婉可人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公报私仇？淑妃，你私自挪用宫内公款，资助你兄长王大公子在京中结交党羽，更有甚者，还与宫外勾结，买卖官职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一个不是灭门的死罪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陛下有旨，淑妃王氏德行败坏，结党营私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终身冷宫待罪。左相王家由于管教不严，纵容亲信犯罪，左相降职2级，闭门思过。这一仗我赢得干净利落，也让后宫众人看清了，哪怕我江家交了兵权，我江若昭依然是这后宫唯一的主人。昭儿办事果然雷厉风行。朕听说，搜宫的证据里还有几封王家与边境旧将往来的私信，也被你一并截获了。我心中警钟大作，那些私信里确实提到了江家的几个旧部。王家想拉拢江家的人，被我父亲的人提前拦截，并转交到手里。
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臣妾正要呈给陛下，那些书信已被臣妾封存，只等陛下过目。江家旧部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王家此举分明是想见江家于不义，臣妾不敢擅专。昭儿多虑了，朕自然是信你的。信个屁！娘娘救救臣妾！陛下，他昨夜在臣妾宫中，竟然在梦中喊着柳念儿的名字。醒来后，非说臣妾长得像柳念儿，还让臣妾穿上柳念儿以前在东宫穿过的衣服。柳念儿，那个在东宫被推进水里泡烂了的货色。萧燕当初亲手宰了柳家满门，现在得装起情圣来了。锦心，送昭仪回去。娘娘，郑国公府那边来报，府邸周围常年晃荡着一些灭生的人。是萧燕的隐卫，我爹都把兵权吐出来了，他还是不放心。什么温润如玉的皇叔，撕了那层皮，底下就是只吃人不吐骨肉的狼，想拿我江家当磨刀石，也得看他的牙够不够硬。不管这疯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今晚我都得去探探底。陛下还没歇息。昭儿，你来了。你还记得柳念儿吗？记得，一个不自量力、跳梁小丑般的女子，陛下提她做甚？是啊，她是不自量力，可她也是这世上唯一一个，哪怕我是个无权无势的落魄皇叔，也敢真心实意想嫁给我的人。原来，在那些清修的岁月里，萧燕和柳念儿竟然早有私情。萧时安那个蠢货，以为柳念儿是他的青梅竹马，其实柳念儿是我安插在他身边最深的妻子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真的爱上了萧时安，还怀了他的孩子，所以我必须杀了他，必须杀了王家父子！昭儿，你不一样，你是江家的女儿，你嫁给我是为了家族，为了皇后之位。你清醒理智，手段狠辣，你和我才是一类人。可我有时候真的好怀念那个被我亲手毁掉的蠢货。我看着眼前这个疯狂而陌生男人，只觉得脊背发凉。我们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假面，在这一刻被他亲手撕得粉碎。臣妾与陛下自然是一类人。我强压下心头翻涌的寒意，反手握住冰冷的手指，嘴角勾起一抹完美的毫无破绽的笑意。成大事者，至亲亦可杀，何况一个生了异心不受控制的案子。陛下杀了他，既断了萧时安的臂臂，又除了心头隐患，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手段。至于怀念，不过是高处不胜寒时一点微不足道的消炎罢了。陛下若真舍不得，怎会容臣妾在这凤仪宫中安睡？昭儿，朕就知道，这满朝文武，后宫3000，唯有你最懂朕。江家危险了。萧燕连自己曾经安插的，甚至动过一丝真情的案子，都能眼都不眨的挫骨扬灰，连亲侄子都能算计到家破人亡，他怎么可能真正放过功高战主的江家？交出兵符，只能换来一时的苟延残喘。一旦他腾出手来，江氏一族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借着赏赐母亲生辰礼的名义，那个装满奇珍异宝的紫檀木匣子底下，
刻着唯有江家和子弟才能看懂的密文。我那哥哥得化名为暗了。萧燕手里那块玄铁是冷的，可我江家在北境流的血是热的。那些将士认的是江家的旗，绝非一块冷冰冰的铜符。娘娘，连发12道圣旨，曾经和老爷交好的老将，统统被剥夺兵权，发配边疆了。他在等我求情，等我父亲跳脚。传话出去，本宫受了风寒，不见任何人，也不为任何人求情。盯着吧，萧燕，哪怕你在外面杀得血流成河，他也是一个闲散的老头子。去请太医院的张院判，悄悄的，别惊动其他人。娘娘，您有喜了，已近2月。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，这个孩子简直就是个活靶子。萧燕若知道我有了江家血脉的皇子，她会怎么想？她还会容忍这个孩子平安降生，让江家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筹码吗？张太医，本宫只是风寒未愈，肠胃不适，此事若有第3个人知晓，你一家老小的性命，本宫就不保了。来人呐！赵姨娘娘宣教了！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柳念儿的旧衣，外头都说昭仪是冲撞了邪祟，被勾了魂去。邪祟？萧燕就是那头最大的邪祟。李昭仪的爹管着国库，萧燕这是要动户部了。拿个活生生的人当耗材，逼疯了再随手扔掉。萧燕这手借刀杀人玩得真溜，她是个绝佳的猎手，从来不留无用的活口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陛下昨日赏了臣妾1斗南珠，臣妾想着娘娘凤体抱恙，特意拿来给娘娘压惊。毕竟这宫里最近可是不太平呢。臣妃有心了，南珠虽好，但江南的物件儿到了北方，往往容易水土不服，失了光泽。臣妃初来乍到，还是要多留心脚下的路，别一脚踩空，连本带利都折了进去。别一脚踩空。这是在闹什么？陛下，臣妾只是想把最好的献给皇后娘娘，娘娘却嫌弃臣妾出身江南。昭儿，臣妃也是一番好意。你身子既然不适，中秋的宫宴便交由臣妃来操办吧，也好让她替你分忧。夺权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名正言顺地剥夺我身为皇后的公权，她终究是按耐不住，要开始动手削弱我的势力了。臣妾遵旨。有陈妃妹妹替臣妾分忧，臣妾正好可以安心在凤仪宫好好养育这腹中不足2月的皇嗣。昭儿，你说什么？臣妾说，臣妾已有近2月的身孕，本想等胎相彻底稳固了再给陛下递献惊喜，谁知今日陈妃妹妹这般热心，臣妾若再推辞，倒显得臣妾霸着公权不放了。这中秋宫宴便劳烦妹妹。好，皇后有喜，乃是大萧之福，是朕之福。
陈妃，皇后既然有孕在身，需要静养。这宫权暂且还是由凤仪宫的大宫女协同内务府打理，你资历尚浅，办好你自己的差事就行了。退下。江若昭，你怀了朕的孩子，为何瞒着朕？若不是今日赵氏相逼，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瞒到胎相稳固，瞒到天下皆知。陛下，臣妾若不当众宣扬，这孩子能平安生下来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朕会杀自己的亲骨肉？陛下连与自己有旧情的女人都能毫不留情的抹杀，臣妾腹中这个带着一半江家血脉的孩子，在陛下眼里，恐怕不是骨肉，而是催命符吧。好一个清醒的皇后！可是昭儿，你以为把事情闹大，朕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10月怀胎，这后宫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你最好祈祷你能护得住她。银针未变，但药粉遇水即化。此药性慢，寻常验不出来。拿着黑疙瘩玩意儿当宝供着，萧燕这是恨不得我明天就睡死在榻上。他想看我虚，我就演给他看。做隐秘些，别让那个死婆子瞧见。此香单独闻无碍，若遇麝香，便会散发出异味，且让人浑身起红疹。赵氏那点商贾人家的浅薄手段，也敢在我面前晃荡？想借萧燕的手除掉我，那我就送你个大的。这后宫的请安大礼，我也该回一份。我的脸好痒！陈妃赵氏谋害皇嗣，构陷皇后，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。陛下圣明，臣妾代腹中皇儿谢陛下做主。除掉赵宸妃，只是给萧燕的一个警告。朝中能征善战的将领，几乎全都是我父亲带出来的。萧燕，虽然一直在削弱江家旧部的势力，但北境传来的消息却让他不得不投鼠忌戒。北狄部落有重新集结的意图。因为我有孕在身，萧燕克许我只需露个面便可回宫歇息。救驾！保护皇后！老狐狸想借刀杀人，你这身子骨退得比禁军还快，真是露了底了。陛下受惊了，好在父亲心疼臣妾，早年让锦心跟着军中教头学了几手防身的功夫，否则今日一尸两命，大萧的皇嗣可就要断了。皇后受惊了，朕必定彻查此事。臣妾身子乏了，先行告退。这前朝后宫的安杂事，臣妾懒得管。但若有人再敢打臣妾腹中这块肉的主意，臣妾保证
定让他满门抄斩，九族皆灭。这句狠话是说给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臣听的，更是说给萧燕听的。但我知道，从今夜起，直到这个孩子平安降生，他都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负责守卫的中郎将，杖责50；刺客九族株连，斩首示众。朕要让天下人知道，谁敢动皇后，朕便让他死无全尸。演，接着演，杀几个小喽啰就把自己撇得干净。今儿这50帮打下去，禁军里那些不听话的刺头，怕是也被你顺手拔干净了。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，名为护卫，实为囚禁。萧燕，你这是在数着日子等我死呢。娘娘，腹中胎儿实在长得太快了些，这并非好兆头。若生产时胎儿过大，只怕会难产。我说那些安胎补品怎么流水似的送进来，原来是在这儿挖坑。张院判，若真到了那一日，你当如何？微臣受老国公救命之恩，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。娘娘放心，微臣早就备下了虎狼之药，哪怕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定保娘娘母子平安。太医呢？稳妇呢？怎么还没生下来？娘娘，用力啊！胎儿太大了，卡住了！卡住了？我看你是存心想让我断气。锦心，动手！收起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。娘娘若有半点闪失，我先活剐了你，再出去屠了你满门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是个健壮的小皇子。萧燕，你终究是能杀得了我。我的儿子刚满月便成了这大萧的储君，这万里江山，这锦绣盛世，从今往后便是我江若昭的。